同样带着情感创作美食的华侨，还有欧阳艳玲。她的人当鸡椰浆饭每周只卖2天，却被追捧了整整25年。因為好辛苦啊，時間長啊。如果係日日煮會手痛啊。一開始接手冇咁多生意啦嘛，咁樣我媽咧就教我煮嫩湯雞咯，再加多2、3樣菜咯，咁樣漸漸就吸引到好多客啊。人當，慢炖的意思，马来西亚娘惹菜的一种。它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料结合烹调而成，是椰浆饭的最佳搭档之一。制作人当的材料很多，香茅、椰渣、柠檬草、洋葱、大蒜等等，材料易买，技术難求。炒椰渣炒成個鐘，炒到佢黃咗，我哋就可以攞上嚟噶啦。椰渣是人當的靈魂，經過慢火翻炒至變黃後，再攪拌成椰渣油。炒制人當的每一個步驟都離不開一個香字。猛火把香料翻炒出味後，加上提前備好的咖喱汁，待咖喱汁和香料融合後，再加入椰渣油，慢火熬至10分鐘。嫩燈炒開嚟，你可以買嫩燈、生豬肉啊、牛肉、羊肉，全部都可以嘅。出品一道人當雞，光是香料烹煮就要4、5個小時，下雞腿只是最後一步。當湯汁幾乎被雞腿全部收乾時，人當雞才算做成。我哋係馬六甲廣府人啊嘛，細到大都係食咖喱，都係可以屬於係廣府式咯。土生華人，南洋特殊的族群，早年處在多元文化夾縫中生存，勤苦耐勞加上善於思辨的性格，衍生出了華人椰漿飯。這是一種在南洋傳統做法上融入了老廣家鄉特色的美食。在菜肴的國度裡，如何使菜式的本味更加鮮美，對向來善於精食的潮汕人來說，是永恆的研究課題。從早到晚，吃在汕頭似乎從來不受時間的限制。大街小巷，地道的不僅僅是美食，還有隱藏在美食背後的食文化。不管是大酒樓還是小食館，在潮汕所有的飲食店裡面，沙茶醬、豆瓣醬、辣椒醬，還有魚露，是潮汕的4大金剛。牛肉配沙茶，蝦棗配焗油，普寧豆乾配韭菜鹽水，蠔烙配魚露，這些都是潮汕菜系裡的黃金搭檔。魚露又稱魚醬油，是潮汕人家必備的廚房神醬。魚露與潮汕鹹菜、菜脯並稱潮汕3寶，其神奇之處就在於它能給任何食材帶來海的味道。但鮮為人知的是，要品嘗一口極鮮的魚露，需要等上3年。每年開漁節後的第1個月，楊茂科和周子嘉就開啟了瘋狂的搶魚模式。開漁以後1個多月之內，一定要搶到100多噸的魚。每天清晨，他們倆的腳步幾乎要跑遍南澳的每一個漁碼頭。如果是聽到半夜有一些特殊的魚性，更要早一點跑過來。中秋前後，海魚最肥美，但楊茂科與其他魚販的所求不太一樣，他要找的是廉價的小海魚。大浪品就是巴浪魚，覺得做出來的風味是最滿意的。巴浪魚是一種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魚，是魚露最優質的原料之一。我這邊3、400斤啊，3、400斤，那我也差不多了。好，就冇搞。2人組合，500個陶缸，上百噸鮮魚，醃製的第1步準備就緒。
南澳渔陆场呢，在上个世纪20、30年代就已经有了。那这些陶缸到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传承。20年前，都因为眼前这500个陶缸，让杨茂科放弃了水产买卖生意，和周子嘉一起承接了这家近100年的酱料厂。鱼从码头运回来了，重头戏才刚刚开始。杨茂科和周子嘉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鲜鱼，这是鱼露保鲜的基本动作。加入饱和盐，充分搅拌，让鱼和盐有个充分的接触，让鱼在良好的状态进行发酵，这样才能保持鱼的新鲜度。从鱼到露的转化需要经过盐腌、发酵、成熟、过滤4个步骤。当所有鲜鱼与饱和盐充分接触后，需要一层一层地铺进陶缸。陈岩陶缸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，那就是缸壁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催化区。我们研究过，泡制鱼露最重要的是要用陈年的缸，泡制过鱼露的缸在缸壁会形成鱼露区，能够使鱼露更好的发酵。装满陶缸后，再用石头来进行施压，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来沉淀。经过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，慢慢的变成糊状，鱼是慢慢的分解，像那个浆糊，慢慢的释出鱼露。陶缸看似平静，内里的鱼和盐正在上演着化学战，直到鱼都转化成浆状时，鱼浆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陶缸里开始暴晒。暴晒时间为1年，在晒的过程中还需每天对其搅拌，使鱼蛋白完全分解为氨基酸，并随着香气的迸发趋向成熟。鱼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，要经过3道过滤以后，才能滤出我们潮汕人熟悉的味道。在潮汕，人们更喜欢称鱼露为腥汤，意味带着有新鲜鱼腥味的汤汁。腥汤与其他调料的复合度很高，无论是酱油、胡椒、糖、醋，还是芥末、五香粉，和鱼露调和起来都不觉得冲突。我们做菜有这样一个口诀：搞拉入会汤头汤，鱼露和蔬菜能够和谐的融合在一起。鱼露芥南就是潮汕的家常名菜。潮汕人拥有浓厚的饮食文化，加之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，造就了潮汕人对鲜味的挑剔。在烹煮海鲜河鲜时，鱼露是必备的调味料。半尺鱼露下汤，顿时一锅生动，鲜味四溢。时至今日，经过100年流传的鱼露，已不再是归潮汕人独享。从早期华侨在越南开设第1家鱼露厂开始，潮汕人的鱼露已走出国门，传遍东南亚，闯进了欧洲厨房。今天，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，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，准备出海。阳江开一节，李晨名号。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。到了傍晚时分，货运船才会出海，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，以及时送回渔货。来了，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。佢船有嘢咪車咯，佢而開船我哋就開船噶咯，邊度有靚嘢咪上去邊度收翻嚟咯，佢生意競爭好大嘅。卢连开接货的地点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，
开船30多年，他在货运船上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。经过12小时不间断的航程，天亮后，如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。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耕海征程，少则1个月，多则大半年。首次开渔捕捞，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。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，显然不算理想。唔係好多魚，都係比往年少。如連開只能等待。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個習慣，留出一批金線刀梨，用來做開工時必不可少的那味美食。刀梨好靚啊，會留翻做一夜情啊！嗰啲一夜情嗰啲你食就中意食咯，好食咯。係人工嘅人識做啊，未嗰啲人都唔知點做噶啦。本地人認為非金線刀梨莫屬。長啲噶，嗰啲有幾條線噶。嗰啲魚啊，最好係半斤到1斤，嗰啲一夜情係最好食噶。要先放鹽嚟到魚，嗰啲梗埋魚你要4公分左右噶。大概要7、8個鐘啦。粗鹽覆蓋的金線魚，在鹽分和時間裡醞釀轉化。傍晚時分，如連開清晨做的一夜城鹹魚大功告成。此時的金線魚半乾半濕，這種只用海鹽的獨特醃法，既有普通鹹魚的鹹香味兒，又保留了魚本身的鮮味兒。今晚租2條褲啦，即係試試。喺度啊，喺度電條，喺度條嘅。好，得。如連開的妻子其實一直都暈船，但為了陪着丈夫，這麼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，好讓兄弟們有勁頭一起連夜收穫。這是真正從大海到餐桌，剛打撈就下鍋的美味。討海的漁民平日裡不捨得吃，今天第1天開工，難得來頓大餐。我呢節啊，幫個博豬蠔餃呀。大家最離不開的還是那口鹹香。一夜城怎麼做都美味，但它的絕配是五花肉。魚的鹹香進入豬肉，豬油又放大了魚的鮮味兒，魚肉更有嚼勁，比鮮魚還鮮。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經典，綿軟的肉質被逼出水分，變得乾香，肉細刺少，配飯剛剛好。疲憊的勞作過後，漁民嘗一口一夜城就能胃口大開。接貨船凌晨進港，在開漁3天後，終於迎來第一個交易高峰，帶着10多種漁獲的如連開進港了。漁民們借用各種工具節省腰力，加快卸貨速度。有不少心急的買家在岸邊就開始交易。開漁3天後，哪條船能帶着最豐富的漁獲回到港口，便可獲得開漁節頭魚的稱號。如連開能延續去年頭魚的幸運嗎？終於輪到拍賣如連開船隊的貨物了。有沒有人叫牌？來，紅色倉30塊錢，8號黃色倉2次、3次成交。有沒有人舉牌？
如连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。2019年阳江头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如连开。开渔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，怎么庆祝都不为过。夜幕降临，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，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，庆祝属于渔家的丰盛喜悦。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。地理环境的多样性，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。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，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，作为火锅配菜，按部位来点。自制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——手打牛肉丸。剩余的牛肉末则完美配上煲仔饭。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，定然会有好的归宿。大火烧开，是下肉的好时机。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。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，妙不可言。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，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。清晨7点，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，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，有1/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。其中，逢3、6、9的传统虚日，交易最为繁忙。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。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，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。好，收到。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，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，他赶紧叫上徒弟。来，徒弟，準備拼好了，用石頭拍爛東啊！好，係咪？這。關係不好談。就是10幾塊錢的牛，你要是20出頭的情況下，我們就不用談了。要交易的牛一圈14頭，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。不談，太貴啊！太離譜了。雞蛋就是好嘛，但是里面肯定有差牛，只有2頭差的19塊9了，不要，永遠不要，沒辦法，交朋友了啦。沒有。他给我買了幾年牛了已經。我知道，他也沒看錯，我相信他的眼睛，不能賣呢，我就不要了。不要爭那1毛錢啦。我相信。好啦，同你請教那麼多年呢，你差1毛錢了，啊，行了，請教了。哎呀，19塊9嘛，19塊9，哎，好一頭啊！這14頭牛就最好的，它剛剛剎車，這個肚子沒有東西的。朱樹軒所說的空腹很是關鍵。一頭500公斤的大水牛，肚子裡可以裝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，過秤也不準確。所以幾百年來，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經濟。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，但习惯上，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，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。小几百都不行啊！不行！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议价，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，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歲。教好徒弟是當務之急。一睇，用呢隻手啊，牛嘅生長呢個出肉率非常重要。有頭牛咧就2、3萬蚊，有頭牛咧就幾千蚊。你睇差1斤肉咧就52噶啦。豐臣節準備到啦，要幫手啦。依家考你畫出嚟咩牙好，俾師傅睇。哦，好。呢牙好啊，徒弟。哦，柴口呢個大概
470，師傅你估幾重啊？我440幾斤，家人差少少。係啊，點解睇啫？嗱，其实，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，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。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兽、试步、考车试犁，以测知牛的健康及勤劳度。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。今天，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黃牛。依家農村咧最好食呢啲牛啦，大約50到60個人都食晒呢頭烤全牛啊！如果話大牛嚟講，平時我哋食個樹花咧就喺呢個位置嘅。牛嚟講咧最貴呢塊。烤全牛的兴起时间并不长，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黄牛。这种吃草和甘蔗长大的牛，肉质细嫩，自带鲜香。半的高温让牛肋骨里的油脂雀跃。作为人类最早的烹饪方式，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诱惑。在孜然入侵后，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，干而不硬，嚼起化渣。原是吃肉的豪迈，给聚会增添了气氛。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，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。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，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。我哋係支氣嘅後隊，我哋呢啲叫27對前人。原来，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部发展而来。1年1度的宗祠敬老宴里，筵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，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。耕牛對我哋農民嚟講咧，就非常重要，因此咧，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個侍宴裡面。豉油鵝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，柴火温和，中慢火慢慢烹制。豉油鹅切好，意味着祠堂前摆台水席即将开宴。东莞横沥这座小镇，因为有延续100年的牛行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，完成对根的守望。